亲爱的灵魂家人，欢迎回来，我是你的塔罗牌占卜师 Jessie。今天为你准备的大众占卜，让我们来连接月老，看到当下他会给你怎样的一些感情指引。当下呢，你的桃花运势如何？我们要准备迎接什么？我们要准备调整什么？让我们运用塔罗牌的智慧，也接收宇宙呢给到我们一定的讯息，月老给我们一定的讯息，让我们可以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未来，并且好好的享受我们人生中的配得感与幸福感。那目前呢，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我们要选择其中一组牌卡进行聆听。最左边是第1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当下跟我做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集中我们的能量进行牌卡的对接，而不是通过我们的逻辑思考哦。所以亲爱的，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深呼吸，调整我们的呼吸频率，让我们在最放松的状态，排出所有的杂念，什么都不想。大口吸气，大口吐气，腰背挺直，肩膀下沉，吸气，吐气。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我亲爱的月老，当下你有怎样的话想告诉我呢？感谢你的指引，我将收获满满的幸福能量。询问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月老要给你的话语了。公屏打出来：感恩月老，感恩宇宙，我是幸福的，我是丰盛的，我将拥有美好的人生。留言好之后，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做的占卜了。记得多多的留言，会让我们显化幸福，也会让我们提升自己爱的能量磁场的。那现在你做好选择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喽。亲爱的，选择第1组的你，我们首先来验证一下当下你自己的能量状态。如果有对应到一部分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哦。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可能跳脱出去，重新做一下静心的冥想仪式，选择一下牌组了。代表刚才呢，可能在选择仪式的时候，没有足够的集中自己的能量跟意志力哦。好，那现在呢？可以看到最近你好像更多的重新去认识自己，跟自己的内在有更真实的一些连接，并且有一定的转变。可能突然发现自己其实不想再去勉强配合朋友的行程，可能开始对自己以前追求的一些东西，感到有点疑惑。我真的喜欢那个东西吗？我真的喜欢那样的一些生活吗？可能也会遇到新的人、新的经验，让你的世界呢被正在打开。原来我可以是这样的一个自己，原来我还有更广阔的天地，更多的一些选择。所以好像有一种自己的种子破土而出的时刻，不是因为别人给了你什么，而是你自己开始逐渐的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不想要的是什么，有一点点觉醒的状态。另外呢，最近可能你会嫌弃外面的世界太过于的吵闹，自己想要安安静静的躲起来。这种是我不想太多的社交，不是我不喜欢别人，而是我累了，我想先搞清楚自己。有时候呢，可能自己穿好衣服要出门，但是又坐在沙发上一个人发呆，觉得有点懒，或者是自己明明在这种社交聚会场里面，感觉自己好像一个旁观者一样，没有太大的一些兴趣，但是更懂得察言观色，更加的安静。也有可能有时候呢，会拿起手机想要找别人聊天，但不知道要说什么，然后又关掉。或者是去参加朋友的聚会呢，感觉到有点格格的不入，或者是
明明很想被理解，但又怕别人靠近你会让你更加的累，所以在人际关系上面呢，想做一定的隔离，想做一定的断舍离，并不是说近期你是孤单的，而是呢，你想要有一段安静的和自己相处的时间。这种孤独呢，是让自己更多的时间精力去清理自己，然后准备人生下一个阶段。而且呢，最近可能心里面呢也会做一些祈祷，也会可能在深夜里面发出对宇宙的一些愿望。这个呢是对爱有更多的一些期待，对改变的一个渴望，或者是对未来呢有更多的一些想法了。你会偷偷的跟宇宙下订单，生活里面呢也会去可能听歌啊，或者是看书啊，或者是打开 YouTube 听冥想的一些音乐，为了找到更多的一些希望，提升自己的能量。然后也可能看到别人的幸福生活，忍不住会想，哎，什么时候可以轮到我呢？当下呢，想改变生活，但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太确定，哎，从哪里开始？只能先许愿。你的愿望呢，其实宇宙有听见哦。你现在需要的并不是控制，而是信任宇宙，它一定是在对的时间去实现你的愿望的。所以，即使自己一个人，心中还是蛮明亮的，还是充满着正向积极的一些想法。对于未来呢，也没有太多悲观的情况。那这个是你吗？如果是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了。如果有对应到一部分的话，好，接下来我们来接收月老给你的讯息。一部分一部分来传递哦。好，月老告诉你，可能过去在感情里面，你多多少少会经历一些感情的不顺，或者是失落，或者是受伤。那有的朋友即使是母胎单身呢，可能因为原生家庭的原因，在这种爱里面呢，有一些不安感，有一些缺失，在感情上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刺痛，但是这都是人生要教你的，这都是月老故意安排给你的。因为只有在跌倒之后，在伤痛之后，我们才知道真正想要的幸福快乐是什么，真正能给到我们安心安全感的人又是怎样的。有些痛呢，可能你还没有完全释放这种情绪，但不等于你不值得爱，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去疗愈，然后让新的爱，让这种最适合你的爱的机会进来。所以不用担心过去，不用太多的一些纠结情感，或者是太多的防备，太多的一些害怕哦。你要知道，过去的经历成就着你更懂爱的能量，内心里面更加的柔软。其实呢，你本身就是一个很温柔、很善解人意的人，你知道怎么样去照顾别人的情绪，你也很会爱人。只是有时候呢，会有一些压抑自己的感觉，你内心是非常细腻的，对爱情的直觉也是蛮准的。你对爱呢，也不是那种很玩票、很游戏的这种性质，你会投入，你会奉献，你也愿意去照顾对方，但有时候可能会把自己的一些要求压在心里面。在感情里面，也许你总是先付出，先主动。也许在感情里面，为了让别人开心，让自己可以受一点委屈没有关系。但是宇宙告诉你哦，即使有时候单身的话呢，你心里还是有很多爱想要给出去的，这些是没有错。但是真正的爱呢，应该先从自己开始。在人际关系里面，先注重自己的感受。你是玩得更开心、更舒服的话呢，那别人是会感受到这种能量的。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太过于的讨好他人，我们希望让别人
更多的肯定我们、认可我们，所以我们会去压抑自己的感受，去跟着别人的期待而做事情，而给予更多的一些想法跟付出。宇宙告诉你大可不必。有时候在爱里面呢，我们可以先自私一些，我们不需要太多的一些大气，而是首先你自己幸福了，那你才可以有幸福的能量给予到他人。如果你先让别人去开心了、快乐了，而自己处于一种紧张的、不舒服的状态，那么这种爱不平衡，最后呢，你还是会失去这份爱的。爱千万不能是讨好，一定是先让自己有幸福价值感之后再给予哦。好，月老还告诉你呢，可能有时候你会在感情里面想太多，想太多之后呢，就会出现复杂的一些失望的、焦虑的情绪，脑子里面呢转个不停，担心呀、怀疑呀，分析对方的一些信号啊，敏感啊，怕失去啊，或者是怕开始啊。其实你本质是很积极正向的。但是在我们从小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很多周围充斥着一些负能量，或者是充斥着一些很恐怖的故事啊，很不好的一些新闻呐。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哦，就是那些新闻里面很少去报道别的国家的一些好，别的国家谁，或者是又去做慈善了，又去帮助了，而大多数都是天灾人害，或者是很不好的一些消息，所以无形之中呢，就让我们出现了一些恐惧跟担心，而这些都是在我们的头脑里的，并不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的。所以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比较胆小，我们会比较害怕，我们不敢于尝试，我们害怕死亡，我们害怕受伤，我们害怕可能去辞职，我们可能害怕去闯荡。这些呢，都让我们在感情里面呢，至多至少会出现一些敏感，会出现一些胡思乱想，会在想，对方如果没回信息的话，我是不是说错话了？或者是我这样做了，对方会不会不喜欢我了？或者是出现很多，会不会跟对方开花结果，进入到建立家庭呢？如果这份恋爱还没有开始，你就在考虑能不能去进入到婚姻这种情况里面，其实无形之中是把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提前的去担心焦虑了。月老告诉你大可不必，你其实呢是渴望爱的。那么遇到喜欢的人，就大声的去表白，去抓住这个缘分吧。他有安排一些缘分在你的身边，只是有时候呢，你因为内心的一些矛盾想得太多，而错失了缘分。你只要相信自己，大胆勇敢的去爱，全力的去爱，以及坚持你自己想要的恋情状态，你是会获得的。不需要在感情里面小心翼翼，会有太多的一些防备之心。有时候呢，你可能也不会很信任别人。有时候呢，在关系里面会出现着一种互相猜忌。不用太多去看别人在做什么，就是考虑自己就好了。在这份感情里面，你有没有去说更多甜言蜜语的话？你有没有去准备浪漫惊喜？如果你一直在看，好像对方没有给你打电话呀，对方没有记住你的可能生日啊，对方没有记住你们的交往时间啊，如果对方好像在这份感情里面被动，没有更加的积极主动啊，你如果永远都是在看对方的话，那你就会出现责怪，就会出现抱怨，在这份感情里面呢，就会是消极的。月老告诉你，你改变不了别人，你只有改变自己。如果人家记不住你的生日，没有关系呀，你提前一天告诉对方，明天是我的生日哦，我们去怎么样怎么玩吧。或者是如果在这份感情里面你喜欢对方，那你就去靠近对方，你就去约会对方，你就去表达你的喜欢吧。如果对方他不懂得甜言蜜语，没有关系啊，你自己讲就好了。把这份幸福，把这份浪漫都在自己的身上慢慢体验。你要知道吗？你的能量是可以感染别人的，把你内心的这种爱发射出来，那么你必定会收获到这份爱的回馈的。宇宙是圆的哟，你给出去什么，那什么东西就会回到你的身上。
不要把爱想得太过于复杂了。其实有时候你看哦，这么多的宝剑牌卡，月老告诉你，其实你内心真的是很可爱、很纯爱的，又是很浪漫的。但很多时候呢，这种情绪啊，或者是敏感，或者是这种头脑的想法，会束缚着你，控制着你，给你带来消极，大可不必。月老呢，在今生是会给你安排很多爱的能量的，让你去体验，让你去感受。而当下呢，你的爱情运势也正在转变呢，越来越好，桃花运势也会有一定的突破，感情上是有新的发展的。所以当下是有机会，不需要去纠结，不需要去怀疑，不需要想太多。月老呢，已经给你安排了让你心动的新对象，让你可以放下旧的人，让你可以放下旧的一些消极的情绪。也许最近在生活里面，朋友会突然介绍一个对象，你本来没想太多，但是感觉还不错。也许最近你终于不再被旧的一些情怀所拉住了，你决定放手向前走。也许最近呢，你会遇到一个人，让你感觉好像这一次不一样。所以无论如何，爱情的状态都是会变化的，你自己呢也是有选择的权利的。你现在经历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准备迎接这一场转变。无论如何，在想法上面呢，你只要充满着这种希望，就是很好的一个转变。所以也看到近期呢，你的状态也确实在好的一个转变之下，而感情里面你很可能会遇到让你一见钟情的人，可能会开始有真心相对的连接。目前呢，你的爱情正在疗愈，正在释放，正在转机，回收这种乱飞的能量之后，你就会遇见互相喜欢、彼此认可的感情，不是单相思哦，也不是单方面的投入，也不是那种短期虚幻的火花，而是你真的可以看见你们是灵魂相投的人。我们这边出现了圣杯2这张牌卡，就是你会遇见跟你在同一频率上的一个人。这个人呢，你们之间在聊天说话上面完全不费力，就是很容易达到默契。他在讲什么，你完全可以 get 到，而你在讲什么，他也愿意去倾听，他也很懂你的意思。两个人眼神对望的时候，不自觉就会笑。其实这不是暧昧哦，这是爱的不会慌乱，而是很自在、很舒服，就像是自己的灵魂碰到了一面很熟悉的镜子一样。第一次见面呢，就会聊得超顺，完全不用尴尬的找话题。对方呢，也会主动的去观察你的一些小习惯，然后默默记在自己的心里面。有一种这个人好像在哪里遇见过的熟悉感。这段感情呢，不只是你爱上对方，也终于你会感受到自己被爱着的幸福，会是将心比心，互相尊重，互相给予的感情。而且这段缘分哦，不仅仅是今生才发生的，而是有一种旧时重逢的感觉。也许你们是前世就有缘，而今生呢再一次相遇，再续前缘，然后灵魂认得彼此的这种味道。也有可能这个人呢是你童年的回忆，过去认识的人再一次的出现，而这一次的互动呢会更加的纯粹，更加的深刻，也很像小时候那种简单的喜欢。所以有可能和旧朋友重新的联系，过去呢也许有过暧昧但没开始，这一次就可以好好的开始了。或者是这个呢是你新认识的人，但总给你一种感觉，觉得好像他很懂你。明明两个人刚刚认识，但是为什么比很多熟悉的旧朋友都
更容易去理解彼此呢？而且这个人明明刚认识，为什么就是有一种很安全的、安心的感觉，就很容易产生信任感呢？两个人在一起做的事也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却让自己莫名的很像童年时候的那种开心，非常的纯粹。所以，亲爱的，月老给你安排的新感情哦，不是轰轰烈烈的，是那种很温柔的滋养出来的情感。这也是月老给你的感情礼物，是一场让你重新相信爱的开始。有人呢会带着一颗非常真诚、干净的心来到你的身边，也许就是一场不经意的告白，也许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举动，让你呢可以去奉献、沦陷了，你的心呢会很温暖起来。这个人会给你一种非常阳光，然后刚刚好的状态。我们这边也出现了教皇这张牌卡，所以这份感情也是很正式的，也是很稳定的，甚至可以说有点保守的，有点老派的。你们两个人的价值观呢是非常相合，不是那种玩玩随便的那种恋情哦，真的是两个人很真心的，充满着责任感，充满着对未来愿景的恋情。两个人呢都是想建立很长久关系可能性的连接，你们也会一起认真的去讨论未来啊。两个人呢也会告诉对方自己的家庭状态、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信仰，所以非常的谈得来，可以聊梦想，可以聊三观，可以聊自己的爱情观，相处起来呢也是比较轻松的。他会对你说，我想让你走进我的生活，所以这段感情是值得经营的哟，也会有回报的关系。你给出去多少爱，这份爱呢是会回到你身上的，而且很可能这份感情呢是可以晒出来的，大胆的公开，并且会获得一定的胜利。你们彼此都不会去隐藏这份情感哦，而且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啊，都会说你们真的很搭、很合诶。在社交媒体上面呢，也不会介意去晒对方，反而这种开心呢，是会有大家都祝福的感觉。你们可能也会在一起去旅行啊，一起去见父母啊，一起搬家等等的，不是那种很含蓄悄悄的这种爱的恋爱，而是大方的，大家坦诚的、骄傲的走进这份爱情里面。所以月老告诉你哦，他即将给你带来一段真诚、稳定、温柔，而且值得公开的恋爱。情感呢流动得非常的自然，而对方也是一个很有责任、很有规划的人。这段感情也会越来越稳，你们两个人也会成为大家眼中的很模范的恋人，这也是非常好的消息。那么月老到底什么时候安排给你的呢？非常好的消息，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哦。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呢，可能在8个月之内，你就会遇见这么一个很稳定的恋人，他是你的正桃花。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呢，可能是在2年之内，你就会遇见这样的一个正桃花。但是也许在这个正桃花出现之前，你会遇见一些也许是欲求不满的情感，也许只是短暂的激情，也许是一个错过的缘分。所以在这次缘分出现的时候呢，你就会好好的抓住。宇宙月老一定会在对的时间给到你对的人。无论如何，我们都感恩所有出现的人事物。好，当你真正的准备放下对爱的执念，对爱的纠结，对爱的这种担心、焦虑的时候，新的这位恋人就会出现。当你真正的可以把自己情感放空的时候，
放下杂念的时候，那么它就出现了。也有可能是你走出熟悉的环境，除了说熟悉的这种思想模式之外还有就是现实生活里面，也许你去旅行，也许你转换朋友圈，也许你转换职位，或者是搬家，或者是去到其他的地方国度的时候，新的感情就会出现。另外呢，也代表着你在自己可能生活特别稳定，很舒适，然后金钱呢也是收支非常平衡，享受生活质量，自己想法也是很理性的那个状态，它出现在你一切呢都安排的人生很潇洒，很有高质量的时候，你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去谈恋爱，去约会的时候，那么这位恋人就会出现哦，这是非常好的讯息。这段恋情出现的时间呢，就是说你准备好了要走出去，要有新的一个改变，然后生活呢也是很舒服，安排的很妥当，不慌不忙，不急不躁，很舒适的情况之下，新恋人就会出现。这也是很好的。当你对未来不会有迷茫的时刻，自己特别清醒的时刻，它到来了。那个时候，你会有足够的这个能力啊，足够的爱情技巧啊，去培养滋润这份感情的。那当下呢，月老也会给到你一定的讯息，就是在感情里面，你真的不需要有太多的一些期待。爱情呢，一定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如果当下你的生活，你会觉得缺钱啊，你会觉得生活质量不好啊，那就不要先想谈恋爱，先好好的去挣钱，先好好的去增加自己的专业，增加自己的技能，让自己有足够的小金库，让自己有足够的金钱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去寻找恋人，你会更容易收获幸福，你会更容易收获稳定，因为心里面呢不是慌张，不是急躁的。另外呢，除了说物质现实层面保障之外，再去谈恋爱会让你更享受之外呢，也可以在当下去整理一下你的居家环境，让自己的生活更加有秩序，更加规律。你是否在早睡早起呀？你是否懂得可以做一些好菜给自己呢？你在生活里面是否是保养的、健康的？你在生活里面自己居住的环境是否是干净整洁的？如果自己都邋里邋遢的，如果自己都不会做饭，好好的去让自己健康，那你怎么可能又多一个人一起来享受生活呢？你要记得，磁场频率一定是相同的，所以你越是会懂得保护自己的健康，那么你遇到的恋人他也是一个很积极、很健康的人。如果你自己呢都是不打整家务、不会做饭的，遇到一个也是不会做饭、不会打整家务的，那真的很不爽、很不协调，不可能天天吃外卖吧。所以亲爱的，当下呢就要开始去整理一下自己咯，让自己成为一个可以建立稳定情感的人。你希望自己的恋人是什么样子？比如说他是很喜欢运动的，他是很阳光的，他是一个很大气，随时都是开怀大笑的，那么你首先把自己塑造成这样的一个人，你就会遇见他了。如果你喜欢的是一个很有文化，很喜欢读书听音乐，很喜欢旅行的人，那么呢，你把自己打造成这个样子，也会很容易去遇见跟你相同、跟你期待理想的恋人一样的他哦。当下呢，可能你已经在慢慢的准备好，可以踏上新的旅程了。所以月老呢是非常祝福你的。你值得拥有幸福，你值得拥有美好的爱情。在生活里面呢，多多少少让自己更加的稳定，享受质量之后，
你就可以离开那些不再适合你的人际关系，离开那些不好的习惯，让自己养成更好的习惯，更多丰盛之后，那么他就会来到你的身边，对的人就会出现。亲爱的，当下呢，也可以多多尝试一些新的事情，比如说认识新的朋友啊，比如说旅行啊，比如说搬家，特别是可能我们在人生不顺利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多去整理自己的居住环境，断舍离。如果可以的话呢，你是在租房子的话呢，你也可以选择更好的地段，更好有风水的这个房子搬过去，或者是如果是自己买的房子的话呢，那就可以调整一下可能家居的方向啊，或者是调整一下房屋的这些风水哦，也是会让自己有新的这种能量注入的。好，每天呢多走出门去散步，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走出过去。平时呢多亲近于大自然，用平静的心去迎接新的人生片段吧，新的机会机遇，无论是感情哦，也有可能有新的一些进财、事业的转变机会来到自己的身边的，充满当下的希望就好了，保持正向哦。好，亲爱的，那以上呢就是月老给你的话语。如果你接收的话呢，记得在视频下面留言，感谢月老，我是幸福的，我会收获到所有的丰盛，来提升我们的运势，同时也来显化我们的幸福。感谢月老，感谢宇宙，感恩的人必定好运呢。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选择第二组的你，我们首先来对应一下当下你的能量状态。如果有对应到一部分的话呢，那么就是可以继续往下听了，接受月老给你的消息。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那你可能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牌卡的选择。刚才做静心冥想小鱼的事的时候呢，并没有集中能量哦。好，那首先，命运之门正在为你打开。当下呢，你可能在人生很重要的交叉路口，命运给了你一扇新的门，但是你得决定自己要不要走进去。那我们首先这张牌卡的能量是非常强的，可以看到呢，当下自己是在人生阶段的转变之中。也许最近呢，有一种直觉，我想要做不一样的事情了，我想要建立不同的人生的感觉，或者是自己在思想内在上面做一个彻底的转念。可能生活之中突然出现新的选择，比如说新的邀约啊，或者是新的机会啊，或者是旧的人回到你自己的社交圈里面，让你要选择未来的方向。也有可能感觉过去那一套应对生活的方式已经好像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想要去脱胎换骨，换一种生活方式了。或者是感觉冥冥之中正在被召唤，想要改变人生的某一个结构，不想用旧的方式去创建未来了。你的命盘呢，正在打开新的一页，而这一页未来的世界正在由你去决定，由你去规划哟。另外呢，我们这边看到有的宝宝当下呢，正在做更多的一些突破。可能有时候呢，或者是过去感觉自己有受到伤害，感觉自己过去把重心放在别人的身上，或者是在旧的模式里面呢，没有办法跳脱出来，害怕改变，害怕选择新的道路，习惯那些旧的人事物，有时候呢也会把我不能挂在嘴上，或者是我害怕，我担心。有时候可能明明很累，但是不敢说不。有时候呢会被家庭啊，会被责任啊，会被人情世故所捆绑。有时候呢可能会被自己的一些包袱、自己的一些框架所困住了。目前呢正在慢慢的看到你被什么东西所困住，
慢慢的有一种力量正在唤醒你自己，你会开始反问自己，我真的要继续这样吗？如果不想的话，我应该先做怎么样的调整呢？先做哪一步呢？所以近期呢，也会开始从这种自我的限制、自我胆小的能量之中去做更多的一些突破。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种灵魂契约的连接正在靠近于你，某一个灵魂级别的能量或者是人正在接近你，这可能是爱情，这可能是友情，这也可能是精神导师，也可能是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位同谋。这张牌出现的时候呢，往往代表你会遇到一个打开你心的人，他可能是你即将认识的人，也可能是老朋友，也可能是你刚认识的人，不一定是爱情哦，但是在灵魂深度上面却是有蛮强烈的连接的。有可能你突然认识一个人，你们之间呢好像就非常的熟悉，很自然的让你觉得莫名其妙的这种熟悉感，互相的这种理解度。也有可能跟过去的旧情人或者过去的老朋友重新去进行联系，然后让你重新考虑，你们之间的意义，或者是有没有再一次共事，或者是未来创造的这种可能性。也可能因为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行动，一个故事，打中你很深的心灵深处，让你有一种突然的一些顿悟。所以可能近期呢，也会有一种灵魂层级的连接，这种连接不是用逻辑思考来衡量的，而是内心就很知道，感觉可能冥冥之中会发生什么，其实就是一场契约，不用先着急去定义，先观察就好了。另外呢，有的宝宝可能近期正在去修复、疗愈自我，释放一些情绪，也许会梦到过去的人或者是过去的场景，然后醒来呢，有一种释然感，也许听到关于过去救人的故事，然后有一种好像释放的感觉，也可能身边呢自己对某些人事话题突然没兴趣了，因为自己已经过了这一关，有更大的一个觉悟，自己的视角世界观更大了。也有可能自己的身体开始有排毒的现象，这种排毒呢，也许是情绪性的疲惫，也许是过敏，也许是刚感冒，然后现在恢复到健康的这种状态，也许可能前段时间肠胃有点不好，那么现在呢已经恢复到健康，其实都是在一种身心灵的疗愈，不是说自己变弱了，而是在清理自己的身体，清理自己的心灵，为下一个阶段腾出能量。好，另外呢，也可以看到你对自己会有更多的一些松弛感了。也许以前给自己很多的一些标准压力希望自己快速的长大，希望自己快速的成功，希望自己在自己的专业上面快速的有好的一个名声成就。也许呢，对自己过去的一些生活不是特别的满意，就是一直在push自己。而当下呢，你可能也会知道其实循序渐进就好了，不需要一夜暴富，不需要突然就获得很多的一些名利，自己其实已经做得不错了，所以不会太快太紧，不会过于的去追求完美，不会怕自己不够好就不值得被爱，对未来的这种不安感呢，也会稍微的放下来了，也不会在感情里或者是人际关系之中担心自己说的不够或者做的不够好总之呢，当下开始慢慢的
更多的享受自己的生命，享受自己的生活，而自己的价值呢，不是来自于表现，不是来自于别人对我们自己的夸奖，或者是物质给我们收获的多少，不是说做的更多才能值得拥有，而是本来自己就值得。我们拥有生命所需要的空气、水、阳光，然后自己的健康，其实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切，所以不需要放下过度的要求那一套，真正觉得放下满足就是很好的一种状态。人生就是做减法，不是做加法。其实我们的人事物，身边的人事物越少的话呢，其实越简单、越纯粹、越干净，所以心里面呢也会有更多这种通透的感悟、通透的感觉。可以看到命运呢近期正在把你推到一个全新的人生篇章里面，你会松开旧有的一些模式，给自己增加更多的一些边界感啊、松弛感啊，走出自我的限制啊，然后不断的清理自己的能量，清理自己周围的磁场。新的灵魂连接呢，也即将会到来，你更多的去接纳当下的自己，所以近期也会有很积极的一个小转变。这个是你近期的感受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哦。那月老呢，当下确实有给到你一定的讯息指引。我们来看一下他给你的话语是什么呢？一部分一部分的来为大家进行占卜。好，首先，月老告诉你，其实你心里面很清楚自己想爱，也想遇到对的人，只不过有时候会卡在一个现在不是好时机的这种心理状态之下，或者是有时候呢，怕被拒绝，怕打扰到别人，怕太明显，而把这种感受藏起来了。这是一种爱呢，已经在心里面酝酿，但是还没有变成语言或者是行为的状态。你其实不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是你在观望，在分析，在压抑，甚至有时候会习惯性的说服自己，算了吧。月老告诉你，爱情呢，其实是体验。不用思考太多，该行动的时候就行动，就不会错过缘分哦。因为有时候呢，他确实安排了一些缘分到你的身边来，但好像你没有更加积极的去抓住，有时候会担心这份缘分是不属于自己的，或者是没有很好的开始，没有很好的结果，没有很好的未来。那当然不要去想太多，你是有足够的爱的能力的。在感情里面，无论好坏，其实都是一种体验，都是每一次的体验，即使是痛的，即使是失落的，即使是遗憾的，它都代表我们的人生完整度。如果人生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帆风顺、仅仅快乐的话，那也是非常无聊的一种状态哦。所以，所有的七情六欲，所有的酸甜苦辣，其实都是增加我们生命的活力的。不需要把爱情当成负担，也不需要在爱情里面扛太多、想太多、怕太多、顾虑太多的时候呢，那其实就会让自己少一些生命的精彩度的。另外呢，爱情不应该是责任，而应该是享受。不要去想我努力，我配合，我压抑，这段感情才会稳定。但其实这样的话呢，会让你累到不想恋爱的，或者是吸引来一些让你没有办法轻松的人。
爱是共振，不是单向的付出。好的爱情不该总是让你来扛，而是有人愿跟你一起去分享，跟你一起去分担。你的内心呢，会期待某一个人主动一点、清楚一点、成熟一点。其实，如果你不改变一些人际关系互动的方式的话呢，那可能这种人际关系之间的感情剧情只会原地的打转。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我们只有改变自己，也不要去等着对的人来打开局面。有时候呢，你可能先主动一点，你先走一步，桃花才会动起来。行动不代表失去价值，而是点亮信号。即使你是女生的话呢，也不要过于的去被动，别人来向你表白，别人来追求你。因为有些缘分错过了也就错过了，反而如果你是女生，你愿意主动的去追求你所爱，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更加的有魅力，更加的有光芒哦。另外呢，认真的去感受，去回应任何柔软的靠近吧。当你愿意去放下自己的一些包袱、一些骄傲，或者是放下自己的很多界限的话，你的心就会变得更加的柔软，也更容易去看见、听见谁在默默的靠近你。其实你的感情能量是不断流动的，有时候呢，爱只需要你真。当你允许自己真实的去表达、真实的去感受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爱已经在你的身边了。只要在感情里面你做出行动，你的爱就会发光。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快乐、明亮、乐观的人，你有你的热情，你有你的吸引力，你有你的开朗活力。你越是自由自在、玩得开心的话呢，你越是可以在感情里面不用猜、不用撑、不用伪装。你越是大胆的去表白、勇敢的去爱的话呢，你越能收获爱的幸福感、爱的丰盛，你也越有很高的一些感情质量跟价值。你越是像太阳一样无所顾忌、充满着明亮的话，那么你的桃花运势就越好哦。另外呢，你不是没有桃花，而是桃花等你再动起来，你知道吗？在感情里面，不要只想，请说出来，大胆的表达，不要一个人在那边承担责任，请松弛一点。喜欢你的人，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喜欢你的；不喜欢你的人，你再去讨好、委曲求全都没有用的。所以，好好的珍惜跟你在一起快乐的人，珍惜你的人。在感情里面呢，不要去被动等待，你一定可以收获到甜蜜的、光亮的爱情哦。那宇宙呢，也告诉你，你的爱情会慢慢的转暖。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可能过去的感情经历并不是很丰顺哦，并不是可能充满着轻松自在的感觉。那没有关系，可能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会在爱情里面多跌倒几次。但跌倒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自己桃花运势越来越提升。除了说自己更懂得选择恋人之外呢，也会有沉积很多的感情、爱情技巧，让我们懂得在爱情里面如何去滋润，如何去滋养。而你的桃花能量呢，也在进行一个积极的转化。目前呢，你即将走向一段更加明朗、不用猜、不用怀疑的感情。你的
人际关系运势也正在升温，很可能就会遇见新的感情开始了。而这一次开始呢，月老告诉你完全不用怕，你可能终于会遇到一个让你笑得很自然的人了，你可能看见有人愿意带你进入到他的世界，介绍给他的朋友、他的家人，或者是你终于放下对爱会受伤的恐惧，而敢于去说我喜欢你，我想要跟你在一起。宇宙呢，月老呢也给到你保证，你会拥有让你发光的爱情的。所以亲爱的，可能过去有桃花，但来得快去得快，可能过去呢桃花会出现一些偏桃花呀，不顺利的呀，但是没有关系，真正的幸福桃花即将来到身边了哟。你的爱情正能量也全面的进行展开，真正属于你的桃花不会让你累的，它会让你笑，会让你感受到足够多被爱、喜悦、趣味的能量。月老呢也告诉你，很快你就会遇见一段非常聊得来、非常懂得如何去经营的感情。你的能量升级之后，你自然就会吸引到这个新的对象。你可能会开始去接触不同的圈子啊，不同的活动啊，不同的兴趣啊，然后有机会认识到新的人。你最近散发出来的自信、专注、主动，会让人对你产生好奇。有人对你呢表示很有兴趣，而很可能你更清楚自己要不要回应，因为可能不止一个人想对你有更多的一些了解。但好在因为有过去的经历，所以更知道什么人适合自己，怎么样去挑选。相信呢，你会更理智的去做选择，因为你不会再被选择，你是会主动的去选择谁可以靠近于你。可能你会告别那种玩乐式的暧昧，可能你会开始在感情里面不再拖拖拉拉，你不会享受那种爱情游戏或者是短暂的这种激情，却没有人真心靠近的感觉。你会开始慢慢的远离那些看起来很热闹，其实没有给自己带来太多意义价值的关系。在感情里面，当下呢，你正在进入到一个成熟的转向之中。也许以前你会容忍，那就玩一玩就好啦，或者是调一下情就好啦，或者是参与到一些比较恋人未满、比朋友多、比爱情少的这种复杂感情关系里面。但现在呢，你不想再去浪费时间跟精力了，你会主动退出暧昧不明的关系，你也会让一些花心啊，或者是不成熟的偏桃花自动去远离你。你对于那种聊天、暧昧、约会开始挑剔，更加有自我的一些选择标准，会更多自我的爱，会更多保护自己，也设定更多的底线或者是原则。而你即将遇见的这个感情呢，有一种命运重来一次的这种使命感的味道。可能这个是旧的人，也可能是这个人呢跟你之前的某一段关系很像。之前呢，可能那段关系里面你不知道怎么样去经营，但是这一次你会做不一样的选择，你会更懂得如何去经营这个新的恋情了。其实我们出现审判这张牌卡，也代表着一种有业力的牌卡，代表你会面对一段曾经学不会，但是这次会处理得更好的情感机会。它不一定是说跟旧爱复合，而更多的呢是一种再来一次，你可以更成熟、
更主动的去抓住、掌控这份情感关系了。这是非常棒的讯息哦。你是有足够的疗愈力，你是有足够的能力的。通过这一次月老给到你的情感毕业考试，有人呢可能从过去再一次的出现，让你重新思考那些没有解完的情感，或者是你遇到新的对象，他的特质很像你曾经爱过的人，也有可能这是你前世的业力关系，在前世呢自己做的不够，这一次再一次的相遇，再续前缘，一起做感情的这个课题。而在这个课题里面呢，你会更加的正向，不再逃避，不再委屈，不再出现乱发脾气或者是消极的一些状态了。你会更加的去积极，更加的去努力滋养，而你呢也开始放下过去的一些浪漫的幻想，更加的一些理智。这是很好的事情哦，不再执念，走出这种怀念过去的这种心态，不再幻想那种理想化的爱情剧本，而是真正的脚踏实地的、接地气的去经营真实的关系。很棒。而且宇宙还告诉你哦，你即将迎来的这一段情感呢，会让你更加有一个长远的一些想法，不会只看眼前，而是开始想象一起去更远的地方，所以也会吸引到跟你有同样远景愿望的人。你会发现自己不再执着于眼前的一些暧昧或者是情绪了，而是遇到一个可以跟你一起成长、一起远行的人。有人呢将带你进入到全新的生活圈，甚至有可能是感受新的文化、新的城市。对有的宝宝来说，可能是远距离的桃花。也有可能呢，这个人跟你之间的一些想法啊，或者是经历并不是很一样，但是呢，你们两个人却因为这种不一样，充满着好奇心，愿意去倾听对方，愿意给自己增加更多的一些智慧，愿意用两个头脑一起去做选择，去做决定，所以1+1大于2，会让你的眼光变得更远，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广阔哟。所以亲爱的，可以看到呢，新的感情是正桃花，是好桃花，会让你有更大的一些世界观，更大的一些格局。在爱情里面呢，也会有更多新鲜的一些体验跟感受，让你去达到一定的蜕变，让你去更加真实的感受感情，而放下那种童话式的幻想。你正在走向一段带有未来感的感情旅程，这段缘分呢，不会是那种飘在天上的脚不沾地的情况哦，而是确实让你可以看见自己的成长，让你不再停滞不前，而是有更多的美好，更多正向的一些改变。那么月老还告诉你哦，这段感情呢，很快就会出现。最晚呢，很可能就是在你看到这个视频的冬天出现。那么最快的话呢，应该是在2个月之内，就会遇见这一个给你带来正能量的情感关系。对有的宝宝来说，这个人可能已经接触到了，但当下呢，大家还只是在做思想上面的一些试探。彼此呢都还没有蛮确定的，谁都不想先去可能告白啊，表明自己的这种立场啊。首先呢，宝剑七这张牌卡还有一种观察、保留这样的一种能量。有可能你已经认识这个人了，只是心里呢有一点好感，有点感觉，对方呢也没有去很大胆的、很明了的去推进这份关系。
所以有可能还没有去做这种积极的行动啊，去约会啊，去见面啊，去天南地北的聊啊。有可能目前呢，仅仅是在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同事关系、同学关系，或者是只是在有认识、简单的聊了一聊的这种好感。对方呢，可能也在看你有怎么样的一个反应，而你呢，也在观察他是不是真心的。所以，有的宝宝，这个人呢出现了，但你们还没有摊开来去想要谈恋爱，快速的马上推进这份感情。但是呢，你们的灵魂是有共振的，你们的心动呢，已经在悄悄的发酵了。你们不是单方面的心动，而是两个人都带着一种很真诚的能量，希望达到心灵上的对平，希望大家有更多平等的交流。总之呢，目前可能这个人呢跟你之间的互动还是很自然的，蛮舒服的，会让你有那种微笑的感觉，比较轻松的感觉，你也不会特别的强求，就是当下就觉得有发展是好的，没有发展呢也没有关系，随缘这样的一个心态哦。而多多少少呢，还是有一种没有说破的情况，但又感觉得到他好像对自己有一些好感。没有关系，反正呢，很快他就会来到你的身边。你们两个人呢，还是会慢慢的去拓展这份关系的，不会特别的一些快速。大家呢也是先沟通思想，然后在面对面约会之后呢，会发现感觉特别的好，进入到这种情感的推进之中，有一点是顺其自然哦。当然也有可能呢是。有一些顾虑，有些拖延，然后再慢慢开始的。但一旦你们见面在一起之后呢，就很快速的推进关系了，这是非常棒的讯息。那么当下呢，月老也告诉你哦，你要稍微去做一定的准备。那么这个准备呢，就是充满着积极，充满着希望，不要太过于的防备了。这个人给到你情绪价值了吗？这个人给到你思想更多的一些启迪了吗？如果他给到你更好的一个拓展的话，那就不用去过于的担心、计较或者是焦虑了。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因为如果是远距离的恋爱，如果是网上认识的，如果是社交媒体的，会有特别的防备之心，可能最初呢就带着一种偏见去跟对方接触。但宇宙告诉你，大可不必，因为有缘分的人呢，可能会从各种突然的这种情况之下邂逅。最主要的是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最主要的是这个人的思想修养是怎么样的。当然，你也可以看一下他的朋友、他的社交圈、他的家庭状况。最主要的是呢，一定要做很多思想上面的沟通，慢慢的去了解这个人，然后你才会看到他能不能给到你共同的价值，能不能陪伴你走这一路。先不要戴太多的有色眼镜了。这个人呢，不是只陪你开心，而是在你低落的时候可以让你看清楚自己。这个人呢，也不仅仅只有思想上面好像大家的这种很搭、想法一致，而是呢，他的存在能不能够让你跳脱出旧有的框架，能不能让你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智慧。所以亲爱的，如果你一直期待找一个跟你完全想法一样的人，那样反而可能会卡住，可能不会让你增加更多的一些智慧。其实如果你遇到一个跟你互补但又互相欣赏，然后价值观呢能交流碰撞的人，那么这段关系就不仅仅是谈恋爱啦，而是真的有在成长，有在变得更好。所以亲爱的，在谈恋爱的时候一定不忘初心，要知道你想要对方
推进你什么，在这份感情里面获得什么，不仅仅是那种甜言蜜语哦，更多的也许可以给你更多的智慧啊、文化啊，变得更好啊，这才是一种爱情最甜蜜的状态。不要听对方说什么，而是看对方做什么。最主要的是在这份感情里面，你收获了什么？比如说，你真的是一个外貌协会的话，你希望对方他是帅气的或者是漂亮的，那么你就不要去生气他没有讲好听的给你，或者是他没有给你足够的一些金钱财富了。只要呢他帅或者是漂亮就好了，不是吗？人不要贪心。如果你希望呢他是还有智慧还有文化的，那么你就不要去介意他不懂时尚啊，他不懂得打扮啊，他不是全场最亮的人，好吗？所以一定要不忘初心，不贪心，就可以让我们在爱情里面呢更加的快乐，更加的自在。相信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其实你希望遇到的是一个可以值得你敬佩，也可以让你更多成长美好的人，你是会遇见的哟。月老呢，他会给你满满的祝福，只要你积极主动光明，你就会收获足够的幸福美好的爱情哦。非常棒的讯息，它会帮助于你的。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视频下方留言感恩月老，我会幸福这样的一个字样，让我们来吸收视频的能量，让我们来提升自己的桃花运势吧。最后祝福大家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亲爱的，选择第3组的你，首先呢，我们来对应一下当下你的能量状态。如果有对应到一部分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那你可能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冥想的选牌仪式，代表刚才的能量呢并没有集中哦。另外呢，这是一个大众占卜，不会100%的对应到每个人的身上，所以有对应到部分的话，我们就可以往下听喽。首先，我们这边牌卡出现了启蒙、释放、信念、罪恶感、宽恕。可能近期呢，你正在不断的去疗愈自我，或者是在心态上面呢有更多的转变，情绪上面有更多的释放，信念上面有更多的显化，所以能量正在重启的这种状态之下，你已经有很多新的一些感悟跟信念。以前你会去忍的一些事情，现在开始不想再忍了。以前看不透的人，现在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你开始分得更加的清楚，到底什么对自己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来消耗自己的能量的。心里面呢有一盏明灯正在亮起来，你的意识、你的直觉，甚至灵魂的敏感度都正在慢慢的升高。你已经看懂了很多，虽然说有些事情你还没有完全的采取行动，只不过在整理的状态，没关系，这是你人生转变的第一步。另外呢，该放的就放了吧，你已经可能过去扛太久了，当下有一种累到不想再勉强的能量，当下想去做一定的断舍离，当下呢会知道有些事、有些人、有些情绪，你撑到现在，其实只是因为不甘心，或者还抱有一点点的幻想而已。所以，追求完美或者是强撑着，不代表会变好；拖着呢，也不代表会有一个结果。现在是清理清场的时候。你开始拒绝一些无效的社交，你不再对谁有求必应，你不想再去演那种很坚强、很好说话，或者是一直理解别人的人。这很重要，因为你一旦开始释放，那么那些真正属于你的东西，就真正的可以向你流入，可以进入到你的圈子、你的磁场之中了。而现在呢，你也正在去显化过去的一些信念，是不是有些奇怪？有些事情明明很顺，却突然卡住；有些人突然对你很好，但你会怀疑他是不是真心的。
你对未来呢，好像有点期待，但又怕自己是想太多，因为可能你正在显化的中间点。以前你心里面向宇宙下的订单，现在正慢慢的变成真。但很多人可能到这个阶段会卡住，因为你开始不确定自己想要的那个是不是还是你之前真正想要的。所以宇宙也告诉你哦，不要去怀疑你自己的信念，只要是你清醒的下的订单，宇宙都会准时在对的时机让你实现的。你不需要控制一切发生的方式，但是相信宇宙，也相信身边发生的所有的人事物都是有利于你的，都是在你自己人生正确的道路上的发生，一定是有意义，是有价值的。伸开双手去迎接，去拥抱就好了。当下呢，有的宝宝可能对自己还有点，怎么说呢？可能对自己的某些行为，或者是过去的某一些选择，还是有点后悔，有点内疚，有点遗憾。可能有时候会想，过去自己是不是太自私了？或者是，如果做另外一个选择的话，会不会更好？如果当时自己再忍一下的话，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或者说自己是不是有做得足够呢？有时候呢，我们做选择不是因为可能我们那个时刻有不好的一些想法，只不过当时我们不知道怎么办而已，我们不知道做这个选择的后果是什么而已。但是宇宙告诉你，无论是人生任何事情，没有好坏、对错、输或者是赢，它都是一种生命体验而已。我们当下设定的好坏呢，只不过是社会教育我们的，但其实对于我们灵魂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是有太强烈的一个区分好坏的区分的，都是让我们有很多新的一些体验。只要你保持着冒险精神，只要你做的事情呢，你不再过多的去回想或者去纠结的话，你就可以放下负担，你就可以放下对自己不好的一些评断。其实你正在不断的去累积一些经验，你正在变得更加的成熟，更多的强大，更多的一些成长。所以从过去呢总结经验就好了，没有关系。未来呢，你会知道如何去做取舍的，你会知道哪一些事情更适合自己，哪一些事情呢，可能过去我已经经历过了，我想走另外的一条人生道路，我想去有更多的一些新鲜体验。所有的事情都是让你的人生更加的精彩的哟。如果我们永远都知道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未来会怎样，其实人生就会非常的无聊。正是因为充满了未知数，所以人生才是非常的有趣。另外呢，原谅不是为了谁，是为了可以让自己继续走下去。是你内心真的开始说，我不想再被这件事情困住了。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你曾经放不下的人，现在你回头看，好像已经没那么在乎，变得好小了。好多你曾经不愿放手的一些剧情，现在如果再重播一次，你也不会再哭了。其实你已经准备好重新开始了哟。所以亲爱的，当下呢，你已经不再着急，你已经不再茫然，而是开始更多的相信自己，也看得更透，也放得更开了。然后你会发现，那些你一直在找的感觉，想吸引的人，期待的一些结果，会在你完全不焦虑的那一天，自然出现在你生活里面的。当下你有这样的感悟吗？如果有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哦。月老想要给到你的讯息。
月亮这张牌卡呢，代表你心里面还是有一些疑惑的，还是有一些迷茫的，或者是甚至对月老可能有一些不是很信任的，或者是感情里面感觉到一些东西，但是不敢确认。也许有的宝宝对某个人有点心动了，但是搞不懂对方他是来真的呢，还是只是想跟你暧昧呢？或者是在感情里面你已经暧昧一段时间了，但好像还搞不懂对方到底想怎样。也可能你根本没有任何心动的对象，但是你心里面一直在想问，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来一个真正懂我、珍惜我的人呢？可能最近呢也有一些情绪化，或者是有点想太多，有点怕受伤，现在是敏感的。月老告诉你哦，所有的这种感觉，包括可能以前呢你遇到的一些骗桃花，或者是有欺骗的这些感情，都不是坏事。这些呢都是让你在感情之中有更多的一些觉醒的，让你去分辨什么是真正的爱，让你去分辨什么是适合自己的爱。而你呢也不是没有感情的能量，而是自己会看得更加的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只是投影，只是幻想而已。其实会有新的感情能量正在向你靠近的哟。你身边也一直是有桃花的，是有感情机会，是有新的人在观察着你，靠近你，只是你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去打开心门。有时候呢，你也会在一种观望的能量，可能就错过了一些感情缘分。比如说有人对你表现出好感，但是你不确定他是不是认真的，所以你就会特别的被动，给别人传播的讯号就是没兴趣。也有可能过去你有一些暧昧对象，但是呢进度并不是很明朗，所以有错过。也可能你自己最近是有一些恋爱的想法的，但是对于互动有些敏感，或者是自己没有特别主动的去参加一些活动，增加认识新的人、陌生的人的一些机会。其实没有关系，跟随着你的心，跟随着你的喜好。如果你没有主动的话呢，可能也代表着你并没有特别的渴望，你只是有一些幻想，有一些期待而已，而当下的现实生活并没有允许你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去追求爱情，所以不用去责怪自己。而月老呢，会安排这种真正对的人、对的缘分，在对的时间出现的。之所以没有出现，或者是你并没有去主动，那也只是在一个不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时间段而已。你只要保持着积极的信任宇宙的信念就好了。其实你知道吗？当下你正在一个感情的过渡期，不一定是说你刚经历了感情经历，分手或者是错过，但其实你已经在更改你的一些情感习惯，或者是一些感情的价值观，或者是旧有的一些模式了。你会离开一些暗黑的影子，然后走向更加平静、比较清楚自己的一种新状态里面，这是特别好的。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开始懒得去讨好别人，不再去勉强的配合，也不再去硬撑一段模糊的关系了。其实你正在走出一些阴影，你已经在清理不对的道路。现在是你重新定义自己在感情里要什么的这种过渡期里面，不用回头，继续往前走就是了。因为伤口会愈合的，因为你会放下一些不甘心，你会放下一些遗憾，你会放下一些纠结的念头，你已经
不再为别人去浪费能量，已经不再去内耗了。其实你正在准备迎接新的爱，过去的一些心结呢，也正在自然的化开的，对自己对别人也不会有过度的一些失望了，你知道吗？你已经在疗愈期结束的最后阶段，所以新的恋情、新的恋人正在向你走来。最近呢，是一段从雾中醒来、清理旧感情、迎接新连接的爱情过渡期。而你呢，也不是那个对所有人都无感的人了，你知道吗？可能有的宝宝最近很没有兴趣，很没有感觉，觉得谈恋爱都是一样无趣的。那么告诉你，这种状态呢，也是会改变的。你会变得更加的一些积极，你会开始看到一些美好的状态、美好的信念，你的心开始愿意打开了，这是很珍贵的哟。请你好好的守住这一份软弱，你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容易陷进感情、容易心软或者是容易将就的人了。你有足够的清醒跟感知，你知道去判断谁是真心的，谁只是一时激情、一时热闹而已。保持打开的这种心房，带着察觉，你是可以去做积极的选择的。而月老告诉你，你会遇到一个真正懂你的人，他知道你的情绪，他会照顾你，而且他的内心非常的细腻。即将出现的这个人呢，他跟你是有精神共鸣，也是有相同的情感价值观的。他会包容体贴，他会欣赏你的优点，去包容你的缺点。无论这个人是男生女生哦，他的能量呢都像水一样的柔软，他会愿意坐下来好好的倾听你说话，他也会感受你并没有说出口的这种情绪，他会给到你安静的、专一的陪伴跟温柔的支持。这个人呢跟你聊天，你会感觉非常的舒服，没有什么压力。然后他会懂得观察你的小情绪，总是不会让你的话掉在地上，总是可以给到你一些很安心的感受。你甚至会在他面前变得比平常更加的感性，更加的真实。你不用去演，也不用去装懂，也不用去坚强，他是会接住你的。这段感情呢，会帮你走出那种孤单感啊，或者是匮乏感啊，会让你开始相信连接，这是一朵很好的桃花。而它也会给到你疗愈、情绪价值以及实际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支持。也许是金钱上面的支持，也许是智慧上面的支持，也许是人脉上面的这些支持。这一段关系呢，让你看到你值得被爱，你值得被人温柔的对待，甚至你会发现，你之前在感情里面只是没有遇到对的人而已，但是呢，过去的这些人，过去的这些情感经历，让你现在更有足够的爱情技巧，知道如何去将心比心，知道如何去互补，如何去照顾对方。你也会开始去卸下自己过多的一些防备之心，没有那么的抗拒亲密，抗拒不一样了。你允许对方跟你不一样，你允许对方的独特性，你也允许对方去靠近你。他不会去碰触你的原则底线，但是呢，多多少少也是会让你去做一些大胆的尝试、大胆的改变的。可能有的宝宝原本是那个慢热的类型，或者是爱一个人呢也不敢大胆的表白，或者是不敢去晒幸福，或者是不愿意去讲太多的一些甜言蜜语，或者是很性感。想告诉你哦，你遇到的这一个人呢，他会让你更加的 open，
会让你收起自己的一些盔甲、一些保护色、一些尊严，或者是很没有价值的这种爱面子的想法。它会让你愿意打开自己所有的一些界限，变得更加的自由，变得更加的自在，变得更加的独立，会少一些控制，会少一些嫉妒，你会变得很不一样，不敢说甜言蜜语的，敢去调情，敢去讲一些很美好的、性感的、刺激的话语了。可能经常宅在家里面，不愿意去参加太多社交活动的话，因为对方呢，你会变得更愿意跟他一起去玩乐，一起去认识新的朋友，一起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总之呢，他会让你有更美好的一些进步状态的，而你们之间的情感关系的发展速度也会比你想象中的更快哦。大家都是很认真的向前进的，很快呢，你们就会建立默契，很快呢，你们就会方向明确，很快呢，你们就会去共建未来。所以，从认识到谈恋爱非常的快速，或者是从谈恋爱到谈婚论嫁是非常的快速的，因为你们的感情发展的比你预期的快，你们并肩前行，你们是跳跃式的在一起，这是非常棒的一个讯息。好，另外呢，你们很快就很合拍，你们会一起去分享生活中的快乐，你们一起去参加聚会、庆祝开心的一些场合。你们不仅仅是爱人，也是很好的知己、很好的朋友，也会给到对方很好的情绪价值。它会让你感觉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有趣。而你们相遇的时间呢，也是很可能非常快速的，充满这种希望的能量。也许是在7天之内，也许是在7个礼拜之内，也许是在7个月之内就会遇到对方，也有可能是在某一个夜晚遇见对方的。也有可能是在学习，或者是工作，或者是旅行，或者是跟金钱、金融有关的一些场合地方接触到的这个新的人。比如说，你去新的兴趣班、新的课程的时候，旁边坐了一个你没见过的人，或者是你在工作上出现一个新合作、新 case。或者是换了办公环境之后遇到了这个人，也有可能是在自己出国旅行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在交通、捷运、汽车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特别合的人，也可能是你做了一个新的决定，比如说你要开始健身了，你要开始减肥了，你要开始去发展副业了，你要培养更多的专业技能的时候，这段关系就悄悄地接近你了。所以它很可能是你在开启某个新生活节奏的时候出现的。当你对未来、对自己有更多的希望的能量的时刻，它出现的。这个人刚开始进入到你的视野的时候呢，他是比较低调的，他是不夸张的，甚至有一点神秘感，让人搞不清楚。也许一开始你对他没有太大的兴趣，觉得还好，但是呢，在多接触2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跟这个人蛮合得来的，然后
就会很快速的在一起玩，很快速的培养了情感。也可能这段关系呢，并不是一见钟情，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逐步升温的感情。但好在大家确定恋情的时间，或者是确定恋情之后的发展速度是蛮快的。没有关系，最晚呢，应该就是在7个月之内就会确认这段缘分啦，非常棒的消息。那么最后呢，月老希望你当下做一定积极的准备，就是遇见对的人，不要顺其自然，不要被动，一定要坚定。你已经不要再随便去错过恋人了。好吗？你想要的一定要去紧紧的抓住，不要轻易的放手。如果遇到了真心自己很喜欢的人，又觉得合拍的人，不要去在任何闹情绪、思想对立的时候、有矛盾的时候去说分手。即使对方他说分手了，你都不分。在这种有耐心，在这种坚持的状态之下的话呢，你们应该会建立很稳定的，甚至开花结果的情感关系的。因为两个人是需要磨合的，我们出生的家庭，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我们的成长经历，都会让我们造成在很多想法上面是不同的。你想一想，你跟自己的爸爸妈妈住在同一个屋檐下10多年、20多年，你们的想法都是有天南地北的差距的。你怎么可能跟一个陌生人在一起，很快几个月时间，大家的想法就是非常的顺，非常的相同呢？所以肯定会有闹脾气，肯定会有矛盾的时刻。最主要的是不轻易放手。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自己很动心，然后又真心两个人想在一起的人，那么就打死不分手。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在感情里面更加的主动，更加的有掌控力。如果真正的在乎某个人的话，一定要让对方知道，主动的去追求，主动的去发信息，主动的提出见面，主动的去关心，这不是丢脸，这是清晰的能量流动。如果对方要闹分手的话呢，多安抚一下，多去表白一下，多关心一下对方的情绪，不要。只要是不超过原则的事情，都是可以继续在一起的，你知道吗？美女怕羞夫，有这样一句话哦，就是你只要真正的很喜欢对方，那么就真心的跟对方在一起，不轻易的放手的话，这份感情是会很好的哟。而且别太去计算对方怎么样做了，最主要的是看你怎么样去爱别人。不要去分析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或者是他已读不回，或者是他的冷热反应，而是问自己，自己有没有好好的去表达，自己有没有在这份感情里面好好的去爱别人，自己的行动是真心的，还是说犹犹豫豫、恐惧的。当一个负责任的爱人，而不是一个总是焦虑对方反应的人。爱情不是分析数据，而是你说出口的关心，你传出去的这种温度。所以亲爱的，在感情里面不需要去解读对方的动作，比如说今天他没有给我发短信啊，今天他没有约会我啊，今天他可能说的话没有让我开心啊，这些通通的都不重要，而是问自己，我今天有让对方感受到我真心了吗？而是诚实的问自己，在这份感情我期待什么，我害怕什么，我是不是只在等而已呢？反而你把这种专注度放在自己的一些言行举止上面呢，然后去更正自己的言行举止，你可以在这份感情里面收获到足够的幸福，你也会建立足够的魅力。你这么好，怎么又会让别人舍得离开你呢？你知道吗？在感情里面，你主动，爱情就动起来了；你真诚，就一定会有收获结果的。
把爱情的主动权拉回到自己身上吧。月老告诉你，你想创造怎样的感情经验，你就可以是那个发动的人。主动一点不等于掉价，而是展现魅力。然后多多安排你们之间的活动、互动、对话节奏，不要只是等消息，也要对自己的魅力跟情感力量有信心。因为你给出去的真心绝对不会白费哦。所以，亲爱的，你是可以掌控自己的幸福，你不需要去等待这种爱情的奇迹，你只要去主动投入自己的感情价值的话呢，你是会收获美美的爱的哟。你做得很棒，相信自己，在这份感情的道路上面去真心的去行动的话呢，就会收获丰盛，月老会帮你的哟。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感恩月老，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